有澳大利亚教授发表了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表示现阶段的台海局势是中国占据上风，而并非美国，并且不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将来都要学会适应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随着近20年中国综合国力军力的跃升，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亚洲地区，美国将再也不具备1996年时可以阻挡大陆武统台湾的强大势力了。现阶段，中美在亚洲的实力此消彼长，美国已经无法在亚太应付中国的军事力量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日前就对此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如果美国执意使用军事手段干涉台海局势，那么澳大利亚就不应该捆绑上美国战车，要保持头脑清醒，与美方划清界限，因为这是西方无法取胜的必败之战。怀特认为，随着中美的军事选项受到考验，悬而不决的台海问题迟早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问题的风险在于，如果中国打算采取行动，美国鉴于在亚太地区无法在与中国的高强度的正面冲突中靠常规手段取胜这一现实情况，可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不管美国亲自下场还是核讹诈，如果澳大利亚真的追随美国的话，怀特强调澳大利亚肯定都会失败。美国对于台湾的处理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不干涉台海问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将被摧毁，与日韩盟友的关系将受到较大波及。但是如果亲自下场导致局势升级为核战争，那么结果对谁也没有好处。因此，当前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明白，现在台海地区已经成为了中美主导东亚力量的磨刀石和决赛场，中国很有可能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所以澳大利亚不得不学会生活在中国主导的亚洲。从怀特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人士认为中国具有完全的军事能力收回台湾，实际上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也就是驻韩驻日美军基地和1、2岛链构成的包围网，以前趁着中国军力没有完全现代化时，可以3天2头跑到东海、黄海耀武扬威。但是随着中国远程导弹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快速发展，美国在亚太这1亩3分地部署的军队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毕竟美国是凭借东亚的军事力量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相抗衡。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军无法抗衡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可以在开战的几分钟内将弹道导弹倾泻到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基地，相当于刚开战家就被偷了。因此，正如怀特的看法这样，美军对于台海地区的态度也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亲自下场和解放军较量肯定是赢不了的，亚洲的美军还很可能被解放军一锅端。不过虎妞觉得这位澳大利亚教授用核武器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除非美国打算毁灭世界，而且美国也不可能为了台湾动用核武器。台湾在美国心里值多少价码，充其量就是遏制中国的棋子。但是如果不干预解放军武统，那么美国的政治声望在亚太地区将面临严重冲击，日韩可能与美国进一步分裂，离心离德，而中国则可以凭借对抗的胜利，在亚洲地区进一步增强政治军事影响力。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存在将遭受重创。但是虎妞觉得，如果一旦发生台海冲突，美国大概率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因为那将导致美军在亚太被解放军彻底重创出局。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象征性的军事演习，向盟友表个态，派飞机军舰来晃2圈装装样子，这样对美国来说是最优选择。即便是其声望受损，但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却不会受到毁灭性影响。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售基地都不会被波及。尽管这会让日韩看到美国对于中国退让，导致美国的盟主政治声望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美国在日韩可都是有驻军的，韩国和日本也不可能，更没实力让美国强行撤军。美国还将凭借其相对更强的综合实力，继续影响亚洲政治军事的局势。所谓中国主导亚洲的说法也是有失偏颇，在西方观察家的分析中，总是充斥这种常见的二极管对立思维，就是美国退出亚太地区，就轮到中国主导亚太地区称王称霸了。
但很显然，中国不是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表明过立场，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而且，西方国家的这一套早就过时了，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要虎妞来说，怀特提出澳大利亚不选择掺和台海问题的观点是对的，因为台海问题不光和美国没有丝毫关系，和澳大利亚也扯不上半点关系。澳大利亚和台湾相隔108000里，无论台海发生什么，都和它没有联系。如果澳大利亚执意捆绑美国，为美国充当侵略打手，中国军队不介意把澳大利亚军队和美国军队一起打包带走。届时，澳大利亚不仅没有分得一杯羹，还得承受海军全灭的悲惨境地。因此，针对台海局势，澳大利亚的最好选择就是靠边站。就像这位怀特教授所说的那样，要在战争到来时和美国划清界限。